Hello， 大家好，这里是3万。今天呢，我又要讲一个科学界非常炸裂的事情。你又要讲了？我又要讲了。那有什么很大的事情吗？我觉得这个事情是真的非常大。因为我为什么会说它炸裂呢？因为我除了炸裂，真的没话说，这就非常炸裂。真的？因为按照现在的科学界来说，我们分成两派，一派是物理学界，传统物理学界，就是爱因斯坦那一派；另外一派呢，就是量子力学那一派。他们分别代表着宏观的，一个是微观的。他们在彼此的领域里面其实都是对的。对。包括爱因斯坦的万有理论，但是他们结合起来就完全不对，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人无意之间，用爱因斯坦那一派的理论，找到了量子力学里面的一些东西。真的就结合了。对，他就是用物理学界的传统物理学的那种理论公式，找到了量子力学里面的东西。真的是这样。怪不得你这么炸裂。是，我觉得真的。你说说。是这样的，就是在2026年的3月份，还是在那个 Science 上面，有人发表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其实在 Nature 上，在2025年的12月份其实已经发表。但那个时候没有太多人关注。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就这样。但是后来3月份在 Science 发表的时候，人发现不对啊，这个人好像在拿物理学，传统物理学在证明量子力学的东西，然后就火了，对不对？对，就开始火了。是这样的，他拿拓扑数学，拓扑数学就是他发现，因为我们之前不是说那个量子纠缠，就是说一个量子在正弦，另一个量子一定是在倒旋。对。就是它们之间的通信是完全没有间隔的，但是呢，他通过这次的用拓扑函数，找到的公式，他发现量子纠缠之间，它中间搭了有一个桥，相结合的。对，他找到了这个量子之间的关系。就中间的那个关系，本来以为是不知道通过是什么去传递的，对不对？对，虽然他现在还是不知道通过什么去传递的但是他能够看到他们两个量子之间的那个桥了。天哪！对，那个桥而且很神奇，那个桥其实有17000多种形态。这么多。它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把这个桥塑造成不一样的样子。但是它总共就17000多种。而且它每一座桥有48个维度。就你可以理解它有48个切面。我的天。因为我们钻石可能有6个切面，6个角，对吧？对。但是它有48个切面，而且它每一个形状都不一样。真的？对。你看到过吗？我看到过，在那篇杂志上看到过。真的？那也不是杂志，应该说科学论文上吧。那发这篇科学论文的是不是也是科学家？对，都是很出名的科学家才有资格。对呀，那你是无意中一个普通人无意中发现了这么厉害。他也是在无意中想尝试说，我是不是能够用这种方式去解一下，找找看。灵光一闪，对吧？结果真的发现，太厉害了。是的。所以你想想，量子力学竟然可以通过传统的物理函数去找到它。是的。就这个事情真的很诡异。但是这个作者其实自己也说了，就是他找到了这个桥的形状和存在，我们也能看见它。但是呢，我们还是无法干预它。那肯定啊。那怎么能干预它呢？现在肯定没办法做到。就是你如果看到的话，理论上你将来可以干预它，对不对？但是目前还不可以。对，目前不可以，只是刚刚开始嘛，所以今天跟大家说一下，也跟你说一下。希望未来可以。是，而且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吧，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用传统物理学竟然可以解释量子力学里面的东西了。对呀。因为在爱因斯坦的理论里面，它有一个叫万有理论的东西。因为在他的角度里，这个世界上一共有4种力。4种力。对，4种力，一种是电磁力，一种是强力、弱力和引力。吸引力。但现在目前为止呢，证明了的3种力是磁力，就电磁力和弱力和强力，它们是3种力是1种力。弱力跟强力是一样的。对。弱力和强力其实都可以是1种力。就力中的一个弱一点，强一点。对，就像水一样。原来我们觉得水蒸气是1种，然后水是1种，冰是1种。结果我们发现它原来是1种力，1种东西。磁力呢？磁力也是一样。对，电磁力和弱力和强力都是一个东西。但是呢，它目前为止还没有解决的是引力这个问题。引力还是独立的，但是在他的理论里面，它们4种力应该是可以合在一起的。引力跟其他。对，引力和那3种力。天哪！
但是爱因斯坦花了30年，就最后的那30年里面，其实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我通过今天我们发现这个过程，我其实有一个非常大胆的想法。大胆？对，就是你想啊，我们量子纠缠之间，量子和量子它可能并不一定是传递了某种信号，而是它确实可能存在了某一种力，因为一种力在正旋，另外一种力就会下旋，它们一定是通过某种方式去动。那不是说的是桥梁吗？对，他找到了那个桥梁，那就说明它一定有能量在里面流转，然后就可以干涉它。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宇宙里应该存在第5种力。第5种力？对，可能叫量子力。不知道呀。对，因为我们现在虽然没有办法干预它，但是将来说不定可以的。对的，将来肯定可以的。是的，所以如果真的找到这第5种力的话，那我们可能真的可以瞬移了。还是对这个比较感兴趣，是不是？瞬移真的很帅啊，对吧？确实，但是我们身上有没有什么力啊？磁力啊什么的？我们身上有电磁力吗？我们身上有电磁力。对啊，静电嘛。对吧？我们身就晚上想到你这里，啪我就过去，然后跟你拥抱一下，是吧？互相吸引。那我万一吸到别人的呢？不太好吧？不就是这样？那你有，别人也有啊。还是我能通过什么方式告诉你，我要到这里去，到那里去？你身上静电比较多。我们说回来啊，而且通过今天这个发现，他有说这个桥是48个纬度的，对吧？我就发现有一个非常巧合，但是又非常诡异的点。什么？中国有一本《易经》，你知道吗？不知道，《易经》是什么？易经它有很多卦象，是一本非常玄学的书啊。荣格你知道吗？荣格肯定知道。对，荣格。荣格其实他也是易经的爱好者。真的？对，他在后期他经常研究易经这个事情。因为他觉得不光是卦象能够解释，因为他发现里面很多卦象其实对应着很多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我们先说回来。刚才我们不是说48维吗？然后在易经的第48卦里面有一个叫井卦的东西。这个井卦的解释是说，井里面有水，水呢一直在那里，但是没有绳子和桶，你只能站在井边看。对，这个其实跟我们今天发现的井的现象是一样的。是哦，是你只能看到它中间的桥。对。但是如果你没有工具的话，你只能看到这个桥。也就是说，古人其实已经知道了这方面的事情，对这方面的秘密。他其实也在暗示我们应该是可以拿到绳子和那个桶，我们就能够打到井里面的水。那个井里面的水就是量子里面的那种我刚才说的某种力量。对的，对吧？对。所以我一开始片头才会刚刚开始推测嘛，它应该有第5种力，可能就是量子力。不然为什么叫名字啊？我们不能叫。说不定将来就真的叫量子力，我们就火了，对不对？这么厉害了。真的是有可能的。对，一定有可能的，我觉得。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瞬移的，可以的。离瞬移又不远了，是吧？对，又近了一步。所以我才说今天我这个发现特别重要。是很重要。因为真的有人拿传统物理学这些东西去证明量子力学里面的东西，还发现了一点东西，还跟易经对上了。是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会期待，然后我们去把那个连接上，怎么去给它打破？对，我们怎么去干涉它？对，我觉得我们离宇宙的真相真的更近了一步。如果真的后续有，就我关注着你，好，我帮你盯着。说不定哪天我们就瞬移了。是的。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您的观看对我们真的很重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话，记得订阅哦。拜拜。